这是一台新车，宝骏云朵。其实我看到这台车的时候，还是觉得挺可爱的。那我们就先来波外观展示。你看这台车呀，明显就是冲着比亚迪海豚来的。让我定义它呢，就是哪都比海豚大10%。它的长宽高比海豚是要大一圈的，轴距都是2.7米，然后它的空间也挺大的，动力也要比海豚大一点。那现在我们就来细细品品这台车。刚才外观这个前脸已经说到了，我觉得它的设计还是比较圆润的，云朵嘛，还是挺有云朵的这种感觉的，我认为还是比较可爱的。双层的这种大灯，贯穿式的日间行车灯，还有示宽灯。底下呢是这个灯组，灯组里边它是有细节的，它是在转弯的时候可以通过一个小灯照亮边边角角的路面，然后呢 ACC 的毫米波雷达，然后整个的辅助驾驶系统也是采用了大疆的那套方案。那其实侧面造型的话，整个还是一个小的 MPV 的造型嘛，其实跟海豚啊、飞度啊这类车是相似的。它这块呢是一个慢充的接口在前方啊，你先不要抱怨，其实它的快充接口是在右后方的，有斜对角那个位置，所以如果说你出去充电的话啊，倒库进入充电位还是比较方便的。轮胎是18寸的，在同级的话已经是一个很大的了，我觉得你别再大了。其实我对现在越来越大，追求这种大的轮毂是有一点保留意见的，尤其是对于这种偏实用的车型，因为你轮毂大的话，它的费用会变高。隐藏式的门把手。然后我们再去看看车尾。以我个人的感觉来讲的话，我觉得车尾的这个风格哈，可能会觉得与整个的云朵呀，包括前脸啊，有一些脱节，我觉得不够可爱。当然了，它也是用了贯穿的尾灯的这种灯组，现在是流行的设计。但是有一点啊，它没有后雨刷。我觉得你既然要做一个10到15万的车型了，我觉得这个玩意儿还是必备的吧。而且目前在场的这3台车都是顶配的车型，我觉得这点是非常不应该的。还有就是后备箱也是电动开启的，但是呢有点慢。你看我开了之后，它要数2个数，1、2，然后再进行动作，可能是为了安全，但是我觉得比其他的车型还是要慢一些的。包括我关后备箱的这个动作，1、2，然后才开始动。啊，对了，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这台车在，我钥匙在身上的时候，在后备箱这儿停留3秒，然后这个后备箱会自己打开，就是省去了你一些脚踢后备箱的这样的功能嘛。像一些韩国车是这样的设计。我现在演示一下，现在先走远，车辆自动上锁。好，现在已经自动上锁了。我现在等那个灯熄灭，我现在假装啊搬着一堆东西，对吧？来到这个车跟前儿，我现在没有手开后备箱，现在车辆是自己解锁，然后如果停在这儿几秒钟，打开了，后备箱的装载空间还是不错的，整个的装载空间和乘坐空间也是这台车的亮点。这个盖板啊还可以放到底下一层，哎，放到这儿，那这样的话就更深了，大概还能拓展10厘米的这样一个高度。当然，你如果掀开的话，底下还有一个大坑，现在不是都流行没有备胎嘛，对吧？然后这个坑还是挺深的，你放些工具啊或者相对隐私的物品还是 OK 的。而且这个板还是挺厚实的啊，不像一些车非常的单薄。不过呢，它的后备箱的照明只有一个灯，在我的左手边，就这个。而且这个灯呢，相对显得有点廉价，就是它那个灯不是纯白的，是有点泛青的那种，就感觉 LED 的灯泡的品质是一般般的。好，那这就是一个后备箱的表现。我们现在把后备箱关上，来开始数数，1、2，走。那我们进车内去看一看，隐藏式的门把手。然后我觉得这台车的内饰的配色设计还是动了一些心思的，比如说这个门板香槟金的配色，还有这个青绿色吧，这个颜色，还有这块是模拟的冰箱门的那种感觉。这是车门的拉手啊，刚才我们小姐姐说到了，就是这个行程有点大，我个人也是觉得有点大，就大的让你感到有一些的廉价感。我以为是我事儿呢，实际上可能其他人也有这种感觉。它的车窗升降4门都是2段式的一键升降，我觉得这个是好评的。好，那我们进车内去说一说吧。好，在上车之前呢，先说这个座椅。其实这个车名叫云朵嘛，所以说这个座椅呢也特意的设计了一种云团的这种形状，包括前排还是后排，看上去还是十分有特点的。然后我比较担心的是，你看上去
这样的设计的会不会这个包裹感会差些？但事实上呢，还挺好的。它并不是座椅是很平的那种感觉，还是这种臀部啊，包括侧面还是有一些包裹感的。整体上我觉得既有舒适性吧，也挺软和的，然后这个造型上也挺有特点的。这个内饰呢，刚才也说到了，它的设计还是有些心思的。比如说杯架，它叫做全家桶，然后你见过3个杯架的这么一个储物格嘛？然后这个就这么设计的。当然你把这块拿走的话，也可以搁点这种小物品什么的。然后车内的屏幕呢，就是一个小屏幕加 15.6的这个中央的屏幕，这也是现在车的一种主流设计了。但这个车因为定位的原因呢，或者定价的问题，虽然现在也不知道多少钱啊，预计可能在10万元左右起步吧，所以它的车内材质可能没有你在图片里或者视频里看上去那么的好。那整个摸起来，包括敲起来，还是这种比较偏实用的，或者就是没太有高级感嘛，就是一种普通的家用车的做工用料。这块呢是软的啊，是类似Alcantara皮质的那种感觉，类似哈。啊，这块呢对都是塑料的，这也是塑料的。不过它的手套箱是带阻尼的，这点还是 OK 的。底下呢有一个储物格，还挺深的，这有2个 USB 的接口，然后包括这个地方有一个无线充电的面板，打开之后有一个12伏的输出电源。这扶手箱的空间不是很大。这个方向盘在同级车里的话，调节是有优势的，因为它是4项调节的，包括前后拉伸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这台车的换挡采用了类似奔驰的这种电子怀档的设计，以前的宾果呀，包括50的那些电车都是这儿旋钮换挡的，这样的话就是省了这块的空间。不过呢，我觉得有一点他学坏了，就是不过也不能叫人学坏了哈，只能说是符合现在的一些趋势吧。它的后视镜调节也搁在这里头了，你通过激活之后，再通过方向盘的按键进行调整，我觉得真的不方便。还有呢，比较有意思就是主副驾驶的中控台的上面都有2个杯架。此外呢，主副驾驶都是电动调节的，因为它是一个顶配车型嘛，低配车型肯定不是都是电动的。然后主驾驶是6项的，也就是它的座椅的整体高度可以调整，但是前半段单独的调高低、调这个仰角是不可以的。副驾驶呢，只有一个靠背调节，还有前后移动的调节方式。然后我178的身高啊，调到一个合适的驾驶位置啊。现在我们去后排看看空间表现。好，第2排啊，这个空间还是很大的啊，地板也是纯平的。你这个用拳头量的话，差不多2拳半的空间吧，头部空间也没什么问题。这个座椅还有一点是它的仰角可以调得非常的躺。你看我这样基本是一个应该45度左右吧，一个半仰的状态了。如果说我的脚部再能够伸进这个前排座椅底下就更好了啊。不过呢，我认为它的后排座椅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啊，可能也不叫问题，就是它整体太平了，或者说它为了这种云朵的设计去妥协了它的功能性和乘坐性上的一些感受，它2侧没有这种凸起，所以说你的人是整个是个平的状态，不是稍稍凹陷在这个座椅里边的。所以说你如果在车上睡觉啊，或者就是在行驶中哈，可能会有些摇晃，或者固定的不够稳吧。顶上是一个天窗，这是一个大的玻璃顶，它是带物理遮阳帘的。不过它的控制呢，也是通过语音或者从屏幕里进行控制，车顶上是没有按键的。这个面积厂商说是超过2平方米。然后这儿有一个中央扶手啊，中间这座椅是带头枕的，中央扶手没什么可说的，是2个小杯架。然后后排功能性的方面呢，有一个后排的出风口，底下呢有一个小的储物盒。其他方面这儿还有一个 USB 的接口，可以给手机充电，只有一个。头部空间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啊，你即使把它座椅放的就是比较直，靠背比较直的状态啊，我178的身高其实也不会顶到这个遮阳帘后边这个车顶的，所以空间不管是纵向的空间还是垂直的空间啊，都还是比较好的。另外呢，其实厂商特意强调了一下它的座椅的离地板的这个高度啊，因为很多电车因为电池底板比较厚嘛，坐起来会有这样的感觉。那这台车是基本上没有这种感觉的，还是乘坐，看我的坐姿还是挺自然的。这就是后排的一个表现。
今天虽然对它进行了一个详细的静态体验吧，其实体验完了之后，我觉得这台车以家用车实用性的标准来看的话，还是不错的。当然，做工方面的话，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哈，或者没有图片上感觉那么好。包括它的空间实用性、后备箱空间，还有它的外观设计的这种友好程度，都还不错。还有它的配置方面的话，其实目前主流的这种大屏啊、辅助驾驶啊，还有一些什么电动座椅啊，这人性化配置也都还好。那刚才我也说到了，这台车比海豚大10%嘛，它除了外形空间上比海豚要大一点之外呢，还有它的续航里程，它是有360公里和460公里2个版本。像海豚的续航里程是420公里嘛，所以在续航里程上它也是要比海豚要大一点点。还有呢，就是它也是用了目前50旗下容量最大的一个电池啊，达到50.7度。那这台车还没有公布价格哈，我看了他们的资料呢，写的大概是10到15万吧。大家其实可以参照海豚的售价，因为50嘛，这个品牌，我个人觉得可能是更适合老百姓过日子的一个品牌。换句话说，它可能要比比亚迪的话还要略微低一点点，所以说它在性价比方面的话啊，一直是它的强项。所以这台车，它可能在同样的价格下呢，它会比海豚要大10%，那或者说它没准价格还能比海豚低一点点。这就是这台车，我不知道你对这台车有什么看法或者想法，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